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的一集。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以我通灵者的角度，我怎么看待已故的亲人？那我今天会举例的，就是我的父亲，就是在他过世以后，也是我刚通灵的没多久的时候，我跟他是怎么去进行沟通与圆满呢？我长期住法国嘛，那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20几岁，我通灵，但是我爸爸其实每一年都有去检查身体，然后是有一天我在法国，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打给我爸爸说，你的肺应该有一些状况，去看医生，然后他就很乖的，就是隔天他就去大医院检查，也是末期，所以他大概半年后就走了，当发现的时候。那我必须说，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启，所以我状态很不好，就是整个生不如死。你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我，我没有好好的陪伴他离开。那其实我爸爸往生后，在我的空间，在我的家，跟我持续了8年。其实我们在一起8年，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看到，就是看到他在我家。我家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是很认真的做健康检查，但是还是发生了。比方说你如果每天很健康的生活，每天运动，那你该发生的疾病还是会发生。那大家这么认真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用？有3种生命，一种是生命原本带着疾病的体验，第2种生命就属于这位已出的朋友，就是会有疾病，但是因为环境，还有在2012之后整个大晃动里，他选择了在一个直接的经验。第3种就是本来生命蓝图没有疾病的，可是因为整个地球的晃动，还有在这一世里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拥抱所谓在一个健康的流上、健康的频率里，所以他们让自己拥抱了不管情绪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而让自己生病了。你知道一个人生病有3种方向，我必须很诚实的说，2012之后，我是 CD 高龄，2012之后，很多疾病跟死亡都不在人生蓝图里。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处罚人类，而是地球正在处于一个急速蜕变的过程里，我们正在一个地球的共业的流里，而这个共业里面，就是为了更进化的提升过程。我们不再以宿命的方式，我们不再困顿的方式，走在好像命定里而毫无起色，而让自己压缩了。更多的是怎么学习连接内在神性，重新成为生命的建筑师。既然2012之后，我们的生命是跟着整个地球大宇宙在运行，你这个家人的灵魂就要告诉我，你必须让他知道，你必须让这个一处知道，我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生病，而只是我很希望在我离开地球的之前，我真的可以好好的知道我有多么勇敢有力量。所以我可以回答你，他的生病是偶然，他的生病是一个跨在一种完全有能力创造自己生命的，跟所有集体意识的状态里，他一脚在这里，一脚在这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但同时他有他的旧思维，他是有勇气的人，但同时他害怕死亡，他是想要超越，做得更好，让你们不要担心的。他是极度有责任，可是同时他的内在里也会觉得，我是否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坚韧的灵魂？
有个问题，我知道人想问的，为什么谁谁谁他吃素，每天运动，而且非常健康，生活正常，为什么他会得绝症？我可以回答，有一个准则，是在于这个人他在累世的经验里，在地球这个空间里，他在身体层面可能是最没经验过的，所以相同的，我才说为什么是第二项，因为过去曾经有生病的经验，但是并没有因为生病唤醒了某些灵魂想要学习的，所以他自己告诉自己，好，那既然在一个地球这么晃动的游戏场里，我愿意走向一个真的认识我身体上的，而愿意有这样的方式去决定灵魂本身。听不懂，好懂吗？因为之前没有学到，那就是趁着2012年，他愿意去透过疾病的经验，去让他的生命学习到很快速的学习到灵魂希望学习到的。我的理解是这样。我再继续补充，有一种灵魂其实不会再度回到地球，我只要将这个我所生生世世没有办法去看到、觉察到的情绪部分、印记部分，我浓缩在身体的病痛里。你知道有这样选择的人，其实真的不少，而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他们希望到达另外一个状态，另外一个比地球更提升频率的另外一种生命的体验。所以当你们在为这些疾病的人哭泣的时候，我只想偷偷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灵魂早就做好准备，去到更远、振动频率更轻盈的地方。但在此之前，唯一可以让他不留恋、再度回到地球的，其实灵魂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它是一个神圣的次序，在所有的次序安排里，都在于他灵魂个人的起心动念。你可以让自己进入地狱，你同时的也可以让自己往更远、更高的频率去再度经验。所以，当有一个大地震，的确我们会不舍很多生命在瞬间脱离身体离开了。但你知道，事实上，在灵界，当一个大意外要发生之前，有多少光聚集，有多少神佛放下身边要照顾的人们，完全聚拢在这一块土地，因为将这些灵魂平安的带走，是对所有灵界的诸佛菩萨们很重要的，对地球照顾很重要的一环。诸佛菩萨照顾地球，也照顾人们，但他们看到的是更大、更远的、更有注意的，所以他们就会将一整批灵魂引领走，而地球就留下的就是在世的你们许多的懵懂、伤心、悲痛。我们好想要告诉你们，我不是不懂你们的痛，而是我可以看到灵魂跟更大宇宙他们的约定跟要走向的方向。活着的人，如果你有百般不舍，还有抱歉、愧疚或愤怒，用心跟已逝的亲人和解吧。我知道你悲痛，但我也看到不久将来的你会释放，而你会更强壮，你会更懂得生命，你会更珍惜。我知道每个过程都是每一滴泪，人类的眼泪换来的，但在灵魂的世界里，只有爱，只有提升，只有看着在世的家人愿意
跟他以爱的连结，而这个灵魂就会被大家很深的祝福，去到了很美的远方。你有没有想问，那我们怎么帮助死亡的亲人可以被诸佛菩萨好好的带走呢？是不是这时候我就必须点醒你们，就是有很多的旧思维，我不配，我做不够，所以我怎么知道？所以我们要赶快做法会，所以我们要救他们，因为我永远觉得我们不足。亲爱的，你的法会就在你的心中，是你祈请更大力量，甚至你要相信，你眼中看到的不完美的这个形象，它在灵魂里也许都是一个选择最完美的状态。不要把自己当英雄，更不要把自己看小了。所以陪伴一个病人最重要的状态，就是把自己放下，像一个中空的管道，一个容器，然后我知道他会好好的。这个信念聚集了，全宇宙全菩萨都会来接引他。心就是你的法会，法会就是为了让你用心发射与这个宇宙、这个地球与你亲爱家人的灵魂最重要的法，最重要的力量。我接下来会想问高灵跟阿莎的问题是，就是灵魂回家了之后，到底什么时候会投胎呢？刚刚阿莎有提到他的父亲的灵魂继续在家里待了8年，对，就是我也很想要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你应该把阿莎的家想成一个庙，所以它还可以容载着一些家人之后的进化。有一些人在生病之后往生的确会让自己的三魂七魄可以再更进化跟聚集，他们才会去好好的选择下一辈子的投胎。那每一个灵魂都因人而异，有一些亡者他其实是迷路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真的死亡了，所以有些时候在初期阿莎通灵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他帮助一些流浪的灵魂，但这也是他灵魂在锻炼自己的内在力量很重要的一个磨练。而如果你说这个人死后他通常会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人有3个灵魂，一个是很原始的灵魂，就是有一条线与这个身体连接；另外一个就是生魂，就是身体这一个给你生命力量的灵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三魂七魄，指的是在很宇宙的从来不会降临的，就是你灵魂的来处，那边还有一个最原始的灵魂。可是你知道，这是我们讲地球的部分，一个人其实有千千万万的自己在不同的空间里，在平行的时空里，你一样可以连接到你自己。而你要问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修炼到可以去投胎了，或者不再投胎，或去到更远的地方。灵魂当它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住在身体的灵魂如果还有情绪挂碍担忧，他们会想要再停留陪伴家人一段时间，我们菩萨们都会支持，高灵们也会支持。我们认为最重要是你在地球的这个死亡过后，你想要去圆满，这个叫做补考。而这个补考，我们也认定是最强而有力的。应该是说，这个强又有力在于，当他愿意在人世间再待一会，去陪伴家人，即使他还在一个不同空间里，还带有人的情绪跟人格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进化过程。
而当然，我也不敢说100%保证他会参透所有事，他有可能就是太不舍，很想要再回来看到这些人，所以他立即举手说：“有位置，我要去投胎，我要回到这里，我要跟他们再相遇，或者是我要跟他们的后代再相遇。”这个时间点是怎么选择的呢？随便他们选择吗？不是，是在一个次序里。你们所谓的业力，我们说的就是一个神圣的次序。所有的起心动念，在一个最缜密的方式，它去决定了你这个起心动念里，你要引动的是马上投胎，还是10年后再投胎？而人们通常会用恐惧的心态说，是不是他滞留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或不够好，然后被处罚了？如果他是流浪的灵魂，或带着非常强大的贪嗔痴或者是情绪，他就是要看到这些人他伤害了我，所以我要看到他们有报应。这是另当别论，因为这对我来说，我把它归类为漂泊、流浪、迷失的灵魂。但我们今天讲的是正常平凡人，也是亲人，他往生，每一个人都有阴暗面、光明面，而这个判断不在于我们决定了什么，而是在他内在里对自己，在宇宙间他的次序里，他会有所决定跟选择，所以他如同一个引力，而这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投胎，而这个人清楚知道他下一步即将到哪，就有点像作用力、反作用力。其实那些东西就是引力线，你在一个神圣次序里，你对你聚焦的事，你会非常清楚哪些是可以再提升的。它不是人格面的选择，它是一个很自动化，在灵魂之间，你们自己跟好几个你的灵魂做的一个最完美的规划，好像经过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而且是在一个宇宙的法则下的一个精密的计算。是。而我们也可以回答你说，为什么阿莎的爸爸会在身边8年？因为有我们存在，就像是在一个庙里，或在一个诸佛菩萨旁边，他在学习怎么将他这一生里面所压抑的、所背负的、所力不从心的、所怀才不遇的，这所有的起心动念，他就在这8年，他扮演了一个很好指导灵的角色。因为他的怀才不遇、心有余力不足，恰恰鼓励了阿莎可以在内在里通灵的过程很刚毅的、很坚韧的，即使再辛苦，他都往前走。所以有时候王者他就像指导灵，他有时候会叮咛你，也许有一点点催促，他的肺会有问题，一定是感觉自己没有做到他能力所可以贡献的，所以这个遗憾就会由孩子们来传承。只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传承不要是捆绑、痛苦跟局限的，而是让这个东西更轻盈的、更有可能性，然后更正向的传承到他的下一代。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在他家，而不在他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很简单，你要把我们的存在想成一间庙，所有灵魂都是趋光性的。所以我想要告诉一些，当你害怕卡音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让自己成为更有光的力量，而他们虽然趋光性，但事实上这个光是直接引导到你所连接更正向的频率的这个流里。我们越修行内在的光芒，我们也在为看不见的迷失灵魂有一个指引。所以每一个发光人就像庙一样，会被很多灵魂驱光，但事实上
你的光芒气场越厚实，它根本进不来，因为是你内在的恐惧硬把它抓进来你的世界里。而你真正要做的是释放恐惧，让自己内在的力量光芒更显耀的时候，你无形中就是在帮助这些迷失的灵魂。我想要再加强一些，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迷失的灵魂，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精神疾病，因为很多迷失的灵魂是在旧有的思维，或者是在还没有了解灵界跟现在整个地球晃动的状态，所以你没有搞懂的时候，你就会慌乱，然后你会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往前去往哪去。所以帮助这些迷失的灵魂，其实也是我们在地球里一个阶段性的服务，因为这会帮助你们活的地球更净化、更干净、更清新，而不会有在一个空间里互相影响的状态里。我讲这个也是鼓励大家，你只有将内在最恐惧的、最脆弱的，好好的看着，走过去茁壮，静心很有帮助，运动很有帮助，适当的让自己归零、休息都很有帮助。那请问一下，这个投胎的灵魂是其中这3个哪一个灵魂呢？回来接引家人的灵魂，它是不变的吗？就是它只是一直存在的灵魂，它不是投胎的那一个。当我说他的母亲会来接他，因为母亲基本上已经跟他原本的灵魂汇集，所以是原本的灵魂来接这位即将离开的家人。而原本的灵魂其实是已经完好无缺，因为它是最完美的状态，而来自于宇宙源头的那一个永远都是远远的，像你们的精神导师这样看着你。那生魂就是住在身体的这个灵魂，它的确因为它有生生世世的故事，它会借由引力再度去投胎至另外一个身体，但灵魂都是伴随着它，所以其实是一整体的选择，而在身体上这个灵魂就会选择另外一个延续下去的方式。非常神秘的状态，了解了。我可以聊那个就是穆斯林这个部分嘛？因为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一个家庭有不同宗教的，我们如何决定最后的仪式祝福呢？我就是你们家庭里另一个宗教的主神。当我可以进到这个空间里，你应该就明白在灵界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其实以聪慧的你，我并不需要回应你选择哪一个是对的，选择哪一个是错的，但我觉得应该完全的全权的清楚这位正在疾病的家人，他想要在妈妈身边，他想要在熟悉的人身边。而你会问我，在我们的宗教里是不能火化的，那是人们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对生命的敬重，对肉体的敬重，所以这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我们也是深深的祝福。但在无形的世界里，就只有频率，就只有频率。而在死亡的仪式里，也比较是辛苦你们了，是你们的事。一个人一旦脱离身体以后，再怎么痛苦的生命，在生命里
多么扭曲的、不被家庭接纳的，他们一旦离开了身体，有多么曾经爱过他的灵魂都聚涌要来迎接他。你觉得他还有时间去看到你们有没有烧纸钱给我？你们有没有烧房子给我？你们有没有给我钱？你们有没有爱我？你有没有对我不公平？不好意思，那是在世的你们在经验的。死亡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在无形世界里，原来我曾经那么局限，我看到原来他这么爱我，可是我却误会了。我遇到的甚至是在世的灵魂们真正的心意。所以抱歉，仪式你决定。记得让家人决定，你们在世的可不可以完全给他选择，任何选择都不要让他有挂碍，这就是要放下你们自我很重要的关键。敞开的心，敞开去知道他会有多少已故的亲人，多少以前灵魂的朋友，多少曾经跟他有仇恨的人，都会用最真实的原貌，带着爱，带着祝福来接他。你觉得他有挂碍吗？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留下来，为什么他会迷失呢？为什么他没有人来接他呢？有一种灵魂，这也是我希望人在面临死亡可以学习的。如果你们知道你们有这么大的可能性被所有的爱接引，你就会不畏惧死亡。但有一种灵魂非常固执，就是因为这一个牵绊或者这一个执着而固守。你知道那个固守，它有可能就是滞留。那他的灵魂，他最原始的来处，就会很有耐心的陪伴他，看他要等多久。但你会问我，不是说有次序跟引力，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他们带到光里面呢？跟那些亲朋好友见面呢？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离开身体，他在749天的时候，他有决定权。我们是遵守宇宙法则，我们不能过问。49天的时候，他如果愿意再继续留在地球，我们是没有办法介入。所以这就是我们尊重所有振动频率的存在方式。49天是一个宇宙法则里，让灵魂决定要不要滞留或放开心胸跟着我们离开的。但事实上，滞留灵魂我们都给他时间，因为只要是在一个次序里是不会待太久的。但如果这一个怨恨、贪嗔痴极度强烈，或者在世的亲人真的不愿意放手，一直无法让他们放心的转身离开，我们会尊重。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圣的存在，都会伺机帮助这些迷失的灵魂，而不是收服他、收押他们、把他们带走，而是要不断的沟通，透过通灵人或者有敏感体质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进行不同频率间的交流。所以我们不是只处理人间事，更多是帮助地球这些迷失的灵魂可以好好的离开。那请问，既然阿拉在
请问749天是一个宇宙的法则，你刚刚说，那请问它也是在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有一样的这样子的嗯规律吗？是吗？那对于我们这一些接受了各种规则，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不是一个能够直接听到高龄的声音的平凡人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人看的都是规则，留下来的章经规则。那我一直是比较别扭的，对于这些可兰，不管是可兰经，不管是圣经，或是佛经也好，就是留下来的这些规则。我的问题可能比较广泛，但是我想你很清楚。嗯，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倒是想把这个问题丢给你。如果这些章法、规则是你无法拥抱的，那么你可以拥抱，就是只要起心动念，你知道他离开后是最重要的，被很多的灵魂引领走是最大的关键，你还挂碍什么呢？而也许在你们亲人之间，感情是非常好的，而在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产生了不适。你知道你们在学习什么吗？你们在学习的是放大自己的爱。当你决定了放大自己的爱，你就要尊重，有可能有些人会用他的头脑概念去决定死亡者的仪式，那你就尽量扩大爱。如果一旦你不去争取或者劝，或者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准则去明确的知道，就像你说的，不会通灵的人没有办法接到真正灵魂想望的，那么你就扩大爱。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人走了以后，真正挂碍的是活着的人，而走的人以后，能够因为我们的真诚，让他有走到光的道路里，他才是生命的实相。天啊，一出好文化人哦！你知道我们跟咪咪都超级生活家常的，真的哦。但是就是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太我很文化吗？因大了，为我每天在面对这种文化的不同啊，你知道吗？我真的真每天在的。面对文化的不同，不管我住在法国或是在我的家里。我觉得通常都是在世人的执着，因为我母亲也会这样，你会觉得她总是会担心哦，她葬在那里，她托梦给我，是不是要把墓改掉？可事实上，我每次感觉到那一些早就被葬在里面30年的往生者，他不知道早投胎到哪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会觉得是我们把真的礼敬亡者跟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是不是要更觉察的分开？就是心诚则灵，真正的礼敬它是没有挂碍的，但是唯有愧疚跟永远就是自我谴责，才会有这么多框架，然后我们只听到我们想听到的，然后就把生命弄慌了。对，刚刚阿拉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他非常的温柔，有一种平静很平静、很慈悲、很柔软的一种。就大的，对对，我觉得扩大了我的爱，谢谢他来，对，可以扩大我觉得在我们家里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 CD 高林想要跟你说，其实阿拉会来就是要让你知道，他就是爱本身，那他不会处罚任何人，更不会评断任何东西。那他也是希望你明白，其实有一种人喜欢穿西装，是因为所有的线条让他感觉很舒适。
那有一些人喜欢很宽松的衣服，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那其他人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也都同时扩大爱，去尊重生病的人所有的选择？其实显而易见的，你觉得对一个生病的人，他想要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很远吗？所以也许这所有的分享都是告诉你们，不是宗教局限了爱，宗教的所有都是为了汇集。这个空间为什么会出现各式不同的宗教？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你们知道，在无形的世界里，其实就像是朋友，我们都是穿梭频率，互相支持，不分彼此。简单说，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所有正面临死亡的朋友们，都可以被获得一种完全无条件的接纳，然后完全深深的祝福。所以陪伴疾病的朋友们、亲人们，他的死亡不是为了让你唤醒你有多少的来不及，或应该用力做点什么证明我有在照顾他。不，如果是真心，1分钟、2分钟、1个月、1年、2年都值得了。真心是没有包袱的，而且深深的祝福他去到很美好的世界。别担心，你终于可以回家了。祝福他们带着喜乐的心。非常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们在面临这个状态的人来说是非常温暖又安心的一些讯息。我也祝福大家可以感受到高灵们，或甚至阿拉或其他神性力量的支持跟鼓励。那希望大家在每一刻，我们都活在当下。那我们就好好的祝福即将离开的亲人，还有这些美丽的灵魂，可以顺利的将他们接回光中。下次见，拜拜，拜拜。